我向来觉得在急诊科值夜班是件无聊的事，安静、沉默、单调，除了手机里的动漫与俗套的电视剧，就没有什么可打发时间的。但我没想到有一天值夜班竟也能变成一件如此令人来兴致，甚至是上头的事情，精彩到我口袋的手机都被打入冷宫，已经近半个小时没打开。此刻，我双手环胸，倚在护士台旁边的墙角处，看着面前的三人拉扯，简直比狗血剧还要精彩。一个白衣白裙的长发姑娘，仙气飘飘，画着夏日清新的伪素颜妆，眼角处还心机地点了一点小亮粉，青春活力的像个仙女。只不过此时仙女的裙子上被泼了一些饮料，裙子侧边的花边被扯下耷拉着，白嫩的手臂上不协调地露着被指甲挠出的长长血痕。一个短发齐肩的酷女孩画着妖艳魅惑的妆容，配着蓝色美瞳与暗红的口红色号，再加上一袭黑色小皮裙，显得野性十足。不过她的脖子与大腿上也布满了指甲印与血痕。两位女主角已然隆重登场，男主角自然不能缺席。瞧，剧中拉架的那个年轻人便是了。这位海王男主角小模样长得倒是挺不错，高鼻星眸，小脸薄唇，身量也颇高，乍一看去就很惹眼，这也难怪引得小仙女与小魔女为他抓狂互撕。此时两位女主角正拉扯得难舍难分，嘴里都嚷嚷着哥哥最喜欢的是我，你才是死皮赖脸的那一个。如果不是因为职业操守，我都恨不得去旁边的柜台买上一包瓜子，边嗑边欣赏这出三角关系混战戏。解释一下，并非我没有职业素养或是懒惰懈怠才这会这样不作为。身为一个白衣天使，我向来是秉承认真工作、热情服务的理念，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时刻记得巨石奶奶南丁格尔的名言警句，不给同行兄弟姐妹们拖后腿。所以在他们刚来到我的地盘时，我是非常敬业的，想让两人冷静下来，先把伤口处理了。奈何一个是风尾针，一个是刺头芒，两人自打进门就根本就不见消停的又骂又打。在第二次打翻我的器皿盘后，我懒得再收拾，请他们随意，我退居观众席。海王斡旋于两人之间，才按下小魔女的脾气，小仙女就委屈的哇哇直哭，叫嚷着不活了。可安抚完小仙女，小魔女又开始掀椅子、摔手机，声称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闹来闹去，最后还是小魔女下手够狠，在男主角要打电话叫外援的时候，一把夺过他的手机，随手丢进我桌侧的鱼缸里。等两位女主角差不多撕累了，我终于能开工干活为两人处理伤口了。我熟练地为他们包扎着，丝毫不带半点感情。在海王伸出被误伤的手让我消毒处理时，他居然还不消停，竟有意与我套近乎，问我夜班是不是很辛苦，又问我喜欢什么，最中意的歌手是谁。这种撩妹的方式让我在心里暗翻白眼，脸上却仍保持着职业性的微笑，告诉他现在医院自动化流程很成熟，可以扫码缴费。我手机被泡坏了，能向你借点钱吗？我保证一定还，我把身份证押给你。我不语，依旧保持着职业微笑。男主角掏出身份放到桌上，推至我眼前，又笑着挠了挠头，随后瞥过外面还在互瞪对方的两位女主角后，冲我露出为难又可怜的神情，说既然介意药费也是借，你要不介意就再多借我点打车费，你看两个女孩大晚上回去多不安全，我得送她们回家。如果介意，也请忍着介意行行好吧，否则我们都回不了家。这位先生，您的老家应该盛产海鲜吧？我拿起手机边拨打着号码，边随口笑问。我的老家的却是在沿海，10岁时我家才移居到这里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放心，今晚你们一定能回家，且绝对安全。我歪头答非所问地笑着，随后在接通的手机里与片区派出所民警接上话。15分钟后，海王、小仙女、小魔女，不管你们是哪片海哪片天空的生物，在我们这地界里那就都得归民警管，按照打架与拒不支付诊疗费用的事被请走。等一下，先生，我喊了一声。海王的眼里亮起了光，以为有转机。然而，我也只是拿起桌上的身份证奉上，并提醒他在派出所里登记的时候可能要用上。海王在离开的时候，都还一脸不敢相信的神情回头看我。我打开手机，点开一首《听海》，在听海哭的声音中冲他微笑挥手，告诉他我最中意的歌手是张惠妹，并且我说话算话，今晚他们将由人民警察护送，绝对安全，也绝对能回家，完美。就在我为自己对了一个浪荡海王而有些满意的2天后，没想到会再遇到他。彼时，我穿着一身新买的浅色裙子，踏上公交车，打算去会闺蜜。她扶着方向盘坐在公交车驾驶座上，随着刷卡收费器滴了一下，我的心跳也漏了一拍。就在我想也许她根本不记得我时，她笑着歪头冲我说了一句话，打破了我的侥幸想法。嗨，这要巧，又见面了，既然被认出来，我便决定扭头下车。可是当我转身要走时，后面上来的一群大爷大妈又把我挤得没有退路，最后我只能认命地看着车门关上，车辆向前。拥挤的车内，我站在那儿摇摇晃晃，我安慰自己放宽心，很快就到站下车了，不会怎么样。然而，老天就像是想给你一个意外惊喜似的，随着一个忽然横穿马路的人出现，公交车猛然一停。
我身后一个拿着蓝莓果汁的学生妹猛然扑来，一杯果汁准确无误地朝我的后背泼下，顺着裙子滴答，浅色裙子遇上这样的果汁，称之为灾难现场毫不为过。学生妹说着对不起，车辆到站时就匆匆下车赶去上课。许多人下去，又有许多人上来，新上来的乘客看我的眼神显得无比诡异。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，一件外套出现在我眼前。我抬头看去，原来是海王先生正侧身越过扶手柱子，把自己的外套递过来。在我还犹豫时，海王催促了一句：“快拿着！”然后将外套塞给我后收回手，继续按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有那么一瞬间自己被感动了。毕竟锦上添花的人多，雪中送炭的人却没几个。在人尴尬无助的时候伸出援手，放在偶像剧里可是要推动剧情、升华主题的。于是我在看到他的工作证时，顺便多看了一眼，这一次记住了他的名字冯兴龙。艾玛居然觉得名字也不错。然而我的感动也仅仅维持了3秒不到。当我把他的外套往腰上系时，顺手一摸，从他的口袋里掉出了女生的口红，我一时无语。阿玛尼经典正红最适宜轻熟女使用，显然既不是上次的小仙女会喜欢的，也不是适合小魔女的。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口红的主人另有其人。恰逢从他的外套口袋里传来震动，掏出来看，发现是他的手机。我没有闲情去窥探别人的隐私，但因为他可能是为了方便而设置了锁屏时微信内容可见，让我只是一扫而过的间隙也看清手机里是来了一则信息，上面显示了一个称呼女王大人，消息内容是在亲昵的撒娇：“宝贝，今天早点回家哦，做了你最爱吃的。我要的口红不要忘记买，比心。”海王不愧是海王，我在心里感叹一句强悍。就这短短的2次会面，他带给我的惊喜和震撼，不亚于顶楼般的精彩狗血剧情。各色女性鱼贯在侧，他都怡然自得，万花丛中过，尽在掌握中，还能时刻准备着对别的女生献殷勤。鉴于实在没有选择，我还是穿了冯兴龙的衣服下车回家。临走时加了微信约定，隔天在公交站台见面还他衣服。对于他时而在微信里发来的消息，我选择性的客套回复，毕竟对于帮过自己的人，还是要保持基本的社交礼貌。但是在他问及有关我的喜好与兴趣时，我就自动忽视。当天，我花了半个小时翻完他近2年的朋友圈，对这个人的生活有了大概的了解。不错的大学毕业，体育专业还曾拿过些比赛的奖项，有骑行的爱好，会去音乐节弄得花里胡哨，也会去山上露营，只为摄影等日出，甚至还为朋友的品牌当过免费模特。纵观他的朋友圈，给人的感觉可谓一个积极向上的好青年，也是个新时代三有人士，有态度、有活力、有颜值，全都是些令人喜爱而增加好感度的属性，摆到哪儿都能迅速吸引女生的注意。然而，也正是这样的完美，让我想到了一个自查，仅在我跟他所接触的2次中，他就与身边那么多女生纠缠不清，而在他朋友圈近2年的生活记录分享里，却连半个女孩的影子都没有，极力打造自己的单身人设，真是渣得可以。我计划好了还衣服时，顺便一并奉上1枚红包，当做租借衣服的费用。毕竟这样的海王我可不想招惹，避得越干净越好。然而，因为科室里有同事家中忽然有事请假，我的岗位时间有了调整，需要连加2天班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得爽约，向冯兴龙发去消息表示抱歉，请他给我一个地址，我改天再将衣服送还给他。或者，如果他不觉得失礼的话，我可以快递给他。我知道你在哪儿，我去找你。冯兴龙回了一句话，根本没给我回旋的余地。冯兴龙来找我时，我的第一想法是他或许应该去买彩票，毕竟这么小概率的事情他都能撞上，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？一个因为检查出可能有恶性肿瘤的病人忽然精神崩溃，冲进换药室反锁住门，嚷着非要见院长，要医生给说法，还声称如果不依他的要求办，就要做出些出格的事情。而我这个替同事顶岗的白衣天使，当时就恰巧在换药室内，成了他的筹码。我看到手机里传来语音通话的请求，知道冯兴龙应该是到了医院找我。奈何我根本没机会去接，只能尽量靠近墙的位置一动不动。我尝试与这个病人沟通，劝他冷静，可他固执地将我们这些人当作骗子，半句都不相信，甚至直接掀翻了置物架，威胁我不许多嘴，嚷嚷着自己被骗了之类的话。外面的安保人员不敢强行闯入，警察还在赶来的路上。就在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忽然换药室的门被敲响，一个穿着病号服的人一头扎到门口，把那个情绪不稳定的病人惊了一愣。之后那人开始怒斥医院的不负责，义愤填膺地称自己被诊断出重病，一定是我们这些医务人员不负责，自己还年轻，怎么会得重病之类的话。他这番声泪俱下的控诉，让患恶性肿瘤的病人顿时感到相见恨晚，声称要和他一起大闹医院，讨要说法。在病人孤独无助时，突然出现这样一位难兄难弟，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，不由得放松了警惕。即使那位刚进来的病人已经十分接近他了，也没有抗拒。就在这时候，来人忽然扑上去，将他按到墙上，同时压下他手里的工具，提醒我快躲开。随后，门外早有准备的安保人员与赶来的警员一起出动，冲进屋将那个病人控制住，这场闹剧才终于解除。
而这个冒充病人的机灵戏精不是别人，正是本应该来找我拿回衣服的冯兴龙。他出去脱下身上的病号服，还给一位住院的老伯并道谢，在面对老伯竖起拇指的夸奖时，有些害羞的摇头，手还无处安放似的捋顺着故意弄乱的头发。我竟然觉得他现在的样子有点可爱，忍不住多看了一眼。可当他侧头冲我眨眼一笑时，我瞬间低下头，暗自叹息一声，可惜了，是个海王，别被他迷惑了。当冯兴龙约我一起吃饭时，我并没感到意外，毕竟他对我表现出来的意思并不隐晦，甚至很直白。在拿回自己的外套时，就直接问了我几时下班，他会在外面等我。红包是不会收的，谈钱多俗气，你请我吃饭就好。他的理由十分有理有据，令我不可拒绝。约女生的技巧果然有一套，我在心里暗自腹诽他的同时，产生了一种想看戏的心态。我想看看他还有什么套路招数，就跟他吃一顿饭又如何？既还了人情，又能猎奇，挺有意思。解释一下，上次那2个女孩是我朋友的妹妹，我也一直当她们是妹妹，不是你想的那种情况。冯兴龙临走时又回头加补了一句，我笑着点点头，心里翻起大白眼，都什么年头了，还拿妹妹这种事情当借口。当晚下班后，我一出门，果然见到冯兴龙已经在门口处等我。他隔着机米远冲我热情的招手示意，笑得既热情又灿烂。我保持微笑与礼貌，心里只期待看他如何表演。我故意提出要一起去城中一处时下正火的网红餐厅，到了之后，不出我所料，这里已经排起了长队。我故作矫情地表示，今天就是想打卡这个餐厅，一定要排到，然后借口去趟洗手间，借机暂时开溜，留下冯兴龙自己排队。当我在旁边商场的饮品店内和约在这里见面的闺蜜会合，喝完一杯饮品，再打完2局游戏后，我终于收到冯兴龙的信息，告诉我已经排到位置，让我回去吃饭。我看了看时间，晚饭时间早就过了，再吃就是宵夜了。我回去后，本以为冯兴龙会生气，或至少是介意不悦，但他却格外的好脾气，也只问了一句：“奶盖好喝吗？”擦下嘴，冯兴龙笑着替我开门之余小声提醒，我才知道自己喝完饮料忘记擦嘴，赶紧收拾。我发信息让闺蜜出现，然后以偶遇熟人为由让闺蜜加入饭局。冯兴龙想单独约我的计划彻底泡汤。诚实地说，网红餐厅的菜品可真难吃，除了5颜6色的摆盘能够用来拍照，我几乎没怎么吃，开始后悔自己这是陶醉兽。冯兴龙坐在对面似乎想笑，我以为他这是得益于看我内伤，就没好气儿的买单收拾，决定结束今天的闹剧。但是没想到在离开餐厅后，冯兴龙拐到了旁边的小食餐厅，在出来时已经打包了份食物给我，让我路上再吃点，不要饿肚子。希望你的考验我及格了。冯兴龙笑着送我上车，关门，一句玩笑话轻易带过，表明他其实看得出我的有意刁难，但并没有生气较真。我坐上出租车回家，他冲我挥手作别，提醒我到家后发个信息报平安。有一瞬间我觉得挺暖的，然而这个暖也就只维持了1分钟。当我发现在商场借的充电宝落在包里，而让司机绕回去想还掉时，我看到冯兴龙与我的闺蜜在路边聊得开心，正互扫2维码添加微信好友。我犹豫过后没有停车走最近的路去还充电宝，而是让司机直接开去商场的另一处门口，以免与他们再遇上。当晚我给闺蜜发消息，问她觉得这个冯兴龙怎么样，闺蜜直接略过了这个话题，扯到其他的事情上，让我有点失望和难过。好你个冯兴龙，海到我头上就算了，还想祸害我闺蜜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原本我不打算再见冯兴龙的，但因为闺蜜的事，我决定再会一会他，绝不能让我那个很傻很天真的闺蜜被他套路。我接受她的邀请，一起去看电影，那是一个颇具童年色彩的哆啦 A 梦动漫电影。我正看得津津有味时，冯兴龙的手机在口袋里亮起，并持续收到消息。因为对方的执着，他不得不拿出手机回复消息。我悄悄侧过目光去看，发现是那位命名为女王大人的女人发来的消息。她回消息说会替这位女王大人去买想要的香水，得到了对方一个可爱送吻的表情。我在黑暗中翻了个白眼，暗自看向别处。从冯兴龙对这个女王大人有消息必回且百依百顺的样子，我想这就是海王眼里最重要的人了，应该是正宫。当我再回头时，发现冯兴龙又在看女孩的资料介绍，年龄28岁，身高170厘米，体重50公斤，知名211大学毕业，会5种语言，给过10几个知名大奖，正在从事人类细胞与基因的临床修复研究，旨在为全人类的健康创造福音。这一系列的简介看得我打起精神。再看发来的照片，那水灵而充满智慧的大眼睛，高挺的鼻子，性感又不失可爱的唇，完美无瑕的皮肤，堪比奢侈品牌的当季海报人物。我觉得照片中的这个女孩有一丝眼熟，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，只想着或许是与某个女明星有几分相像。我感叹这个女王大人的才貌双全之余，同时又暗自感叹人心不古，世道险恶。如此的一个优质女性，难道也被这样一个海王祸害了吗？我心里默骂这个海王不识好歹，有这么优质的女友，居然还在外养鱼，祸害其他女孩，看我不好好收拾你，让你尝尝记性。
看完电影，我主动提出去海边一条小吃街吃宵夜，冯兴龙自然不会拒绝。一路上，我和他谈天说，表现得既有修养又温柔细腻。根据浏览他朋友圈所得到的讯息，我投其所好，开始聊起徒步与摄影，再说起美食和音乐。他意外于我和他的兴趣如此契合，而我也非常捧场的，时不时流露出对他的崇拜和恭维，还特意买了一个小挂件给他，说这是对他的奖励，可谓极尽茶艺技能。等逛到海边小吃街时，他已经几乎放下了所有隔阂，俨然把我当成了知己，跟我分享各种觉得有意思的事。我们一直在海边吃宵夜聊天至凌晨，不得不承认他身上有许多我欣赏的点，也有许多与我共同的兴趣爱好，但是我始终提醒自己，这都是套路，不要相信，别傻了，我来是要给他一个教训的。今天和你见面真的非常开心，如果有时间，周六一起去爬山看日出吧。送我回家时，冯兴龙冲我发出邀请，有些不太好意思，但又很坦率。好呀，周六见，我笑眯眯的点头应下，挥挥手关上车门。出租车向前行驶，我的手机上收到他发来提醒我到家后报平安的消息，我看着消息露出微笑，计划通。周五的晚上，我关掉手机，吃了2粒褪黑素后睡去。周六睡了一个长长的懒觉，醒来时已经将近中午。家人敲门叫我起床，我才伸着懒腰爬起来，挠一挠乱发后打开手机，果然看到一连串的信息与来电请求，最后看到的是一张在山脚拍到的日出，森林沐浴在朝霞中异常美丽，不过可惜不是在山顶，并没有那么好的视线角度。冯兴龙应该是在山下等了我1个早上都没有等到，也联系不上我，最后直到太阳升起，完全错过日出后才放弃联系我。不过他没有说任何失礼的话，反而只是关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才一直联系不上。最后又嘱咐说，如果我看到信息后发现只是睡过头就没关系，这很正常，下次再约就好，只是提醒记得给他回个信息报平安。还真是走暖男路线呢，我差点都要信了。我啧啧感叹，反手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拉黑。快起来，收拾下去逛街买点新衣服，这周末去相亲，这次见的是我同学的姑姑的朋友的儿子，据说又高又帅，个性好，爱好广，在交通部门工作，可谓居家恋爱的优质首选，你肯定喜欢。家人在客厅催促我起床，我闭眼叹息后摸索着再次拉上被子盖住头。我对相亲不算抗拒，但也从来不抱希望，真要是条件那么好，哪里还能到相亲局上找对象呢？不过都是双方互相美化、互相推销的模式，说的和见的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，谁还心里没点谱呢？不过作为单身多年的 solo 人士，我也不能拒绝，因为不想被家人批斗。冯兴龙在3天后来到我所在的医院，坐到了我的面前。我刚要说话，他就将手里的挂号信息先展示出来，表示自己正经挂的号见过医生，正经排队进来上药的，我不能拒绝，这是职业操守。我问他哪里需要处理，他将一处小到几乎再过2分钟就要自动愈合的小擦伤呈到我面前，称他还需要处理心理问题，让我给他一个解释。我也不想在这件事情上继续浪费时间与感情，就直接承认是我戏弄了他，因为我对花心的男生是自带厌恶的，是他非要来找我，我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既然他要当海王，那就不能怪大意翻了船，毕竟海上风浪无常。所以你就只是为了戏弄我，就没有一点是真的因为想了解我吗？没有，其实我有合适的对象，品学兼优，兴趣广泛，在交通部门工作，可谓居家恋爱的优质首选，重点是又高又帅，都能出道当爱豆了。我头也不抬地随口说着，语气还颇为得意，就是为了让他产生挫败感。果然，冯兴龙一时无语。我迅速地签完应该处理的单后，拿了2片创可贴给他，就当是处理了他的问题，提醒他心理疾病上楼挂精神科，并喊话请下一位病人进来，全程几乎没正眼看他。尽管没有抬头，但冯兴龙的无语与灰心是可以从他停在我桌前的几秒僵滞里感受到，直到新的换药病人进来，他才悻悻离开。我有些得意，知道我这是成功的挫败了一个向来在女生中如鱼得水的海王，算是为民除害，给恶人教训，可心里多少觉得有点可惜，这要是个诚实向上的人多好。可我的得意并没有维持多久，仅10分钟后，我的换药室内迎来了2个患者，他们刷新了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。来的不是别人，就是上次的小仙女和小魔女，还是一样的风格迥异，只是妆容上没有那天那么夸张。我这才认出，原来这2人长得非常相似，居然是一对双胞胎。其中一人的伤口因为沾了水而有点发炎，所以来处理换药，另一个随行陪同。没有了那天晚上的剑拔弩张，一个称另一个为姐姐。虽然2人看起来依旧不对付，但可能是因为伤口发炎有愧疚感，所以主动帮他拿包和询问注意事项。姐姐，上次也是你值班吧？给你添麻烦了，对不起呀。2个女生向我道歉，我礼貌而职业地应付着，心里想的是血缘的亲姐妹居然会被冯兴龙影响的互撕，真是不值得。直到随后出现在门口的一个男生进来接他们，2个女孩立即一左一右的上去说话，我才从对话中得知一个真相，我瞬间惊呆。
来人是冯兴龙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这2个女孩是他的亲妹妹，因为工作性质原因，经常忽然要赶回单位，不能照顾2个妹妹的时候，就会让冯兴龙顺路接送一下。那天是2个女孩过生日，正过着生日时，临时有事的朋友回了单位出任务，2个女孩各自拆礼物，因为哥哥更喜欢哪个妹妹而起争执，最后大打出手，闹到我的面前。送走这兄妹3人后，我有些懵，意识到自己似乎是真的一开始对冯兴龙误会了，原来真的是妹妹，不是在冲我撒谎。我下意识地起身朝外面看冯兴龙有没有走远，考虑是否要追上去道声歉。可是我又想到，即使在这2姐妹的事情上是误会，可那手机里的正宫女友也是真的，以及她还偷加我闺蜜的微信也是真，都算不得清白。之后的许多天，我都有在坐过那一趟公交车，虽然它并不是我出行的首选班次，但想着或许能以陌生人的身份再看见她一次。但我发现这一趟路线换了司机，是个陌生面孔。起初以为是正常轮班，但很多天后，我终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司机冯兴龙怎么不在了？”才知道不止如此，他呀，最近他们家女王大人有点生病，在家照顾着呢。老人嘛，年纪上去了就容易这儿疼那疼的，他也挺不容易的。老人，我忽然一愣，心里疑惑于那个女王大人不是他的优质女友吗？怎么是老人？他外婆一个精神气儿十足的老太太，很讲究的，每次出门都要打扮得很时髦，还和年轻小姑娘一样喜欢收集口红、香水什么的。我们有时候就羡慕，说老了之后能保持这样的心态，那可是真永远青春。到此，我忽然醒悟过来，误会了，这个误会真的是大了。隔天，我怀着最后的一点疑虑约闺蜜出来小聚，开诚布公地询问她与冯兴龙的事，得到的答案更是摧毁我全部的立场。闺蜜承认是跟冯兴龙互加了微信，当时也是故意避开这个话题，不想让我知道，但却不是2人之间有什么，而是因为冯兴龙是想向她打听我的喜好，从而能投我所好，或许能在之后给我制造些小惊喜。因为他看得出我其实对他有些不满，所以想要表现得更好一些，以获取我的认可罢了，不说是不想破坏惊喜的部分。我这才幡然顿悟，从第一面开始的偏见与先入为主，就将冯兴龙的一切行为举止都打上了恶性标签。我用带有偏见的目光看他，所以才会一直很反感，从头到尾都是用一种怀疑、不善良，甚至是鄙视的态度去对待。即使是在接触中感觉到这个人的真诚与友好，也都立即在以有色眼镜将其转为恶性的揣测。事实证明，我才是从一开始就跑偏的那个人。而在稍一复盘这段时间的种种事件与细节，我更震惊地发现，冯兴龙不是真海王，而我的表现在他的眼里反而应该是个十足的真海后，真是够糟糕。我拿起手机，将他从黑名单中放出来，看到我们之间消息停止的地方，更觉得愧疚。我编写了一条道歉的信息发过去，可是那边却迟迟没有回应。我想这也是必然的，道歉如果有用，那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伤害了，可以恳求原谅，但不被原谅也是情理之中。而且他还在跟手机里那位那么优质完美的女孩在接触，我又这样糟糕，拿什么跟人比呢？所以真的是我自己做过头了，除了失意感叹已没办法挽救什么，因为惩善扬恶的得意在此刻都成了讽刺以及遗憾。我回到家，像只铩羽而归的鸦雀，家人疑惑地询问我这是怎么了，我只是摇摇头说没事。家人也没太在意，只再次提醒我记得明天留出时间去相亲，毕竟我这样的情况只靠自己可能真的不会遇到好对象。并不太情愿的我，出于服从还是参加了相亲。等待对方前来时，我低头坐在茶桌前，想着要怎么样得体地走过场，说些客套的话，以及与男方表面和平之余私下说清情况，然后互不打扰之类的安排。同时我也会不禁想到冯兴龙，不知道他现在与那位才貌双全的优质女孩接触的如何了，应该很合适吧，毕竟那么优秀。听到脚步声，家人用手臂撞了我一下，提示我对方到了。我暗吐一口气，抬头想着礼貌的应对，殊不料目光所及却是正在想着的那人冯兴龙。随后进来的是一位精神抖擞的白发阿姨，打扮入时，口红用的是阿玛尼的正红唇色，身上散发着淡淡香气，自信而有活力，是南方长辈。冯兴龙就是今天的相对对象。我一时无言以对，佝偻着身子，欲站未站，欲坐未坐。冯兴龙轻咳一下，为我拉动了椅子让我坐下，而我还从震惊中无法回神，直到他再次拿出那份关于女孩的简介给我看。忽然我意识到那份简介的似曾相识感是从何而来，那不就是过度美颜后的我？等等，年龄28岁，身高170厘米，体重50公斤，知名211大学毕业，会5种语言，给过10几个知名大奖，正在从事人类细胞与基因的临床修复研究，旨在为全人类的健康创造福音。这是你们眼里的我。我看向我的家人，不知道是应该瞪大眼睛表示震惊，还是应该眯起眼睛表示疑惑。我的家人却有理有据，年龄按10岁无误，身高4舍5入，体重舍零取整，5种语言中有3种是老家方言。至于10几个知名大奖，更是从幼儿园的手工品获奖算起，直到大学毕业时的摄影爱好获评，得奖数目只多不少。
有了这种解释，那将护理工作算是为全人类健康造福音，似乎也合情合理，无可辩驳。我竟一时只想鼓掌，感叹我家人们的奇思妙想。通过两家人的对话，我更震惊地知晓，原来冯兴龙早就知道我是谁，他会在之前有意打听我的喜好，有意约我出去，都是在此基础之上的，并非贸然行事。其实我有合适的对象，品学兼优，兴趣广泛，可谓居家恋爱的优质首选。冯兴龙学着我曾经说话的样子，小声重复。我听着自己从前的大话，闹了个脸红。冯兴龙给我添茶，顺势笑着伸手与我重新正式认识了一下。还好没错过，你等的人就是我。